大家好，今天我想跟大家聊一聊这个武汉肺炎的情况。今天是1月27号，应该是武汉封城的第5天。其实，在封城之前的1到2天，我自己就有在那个 YouTube 上面看到一些相关的影片，然后当时根本没有想象到会发展到现在这么严重的这种情况。然后我记得当时有看一些影片，就是说，这个医院人满为患，然后有一些人在路上的话突然昏倒，然后穿防护衣的人员把他拖走。然后我自己看到最揪心的一些影片是有关于医生和医护人员整个在医院就大崩溃，可能实在是受不了这种强大的工作压力，还有这种直到就是说有一些人的话，实在是求医生，但是医生是实在是无能为力的这种情况，因为医疗资源不够，然后可能整个的配合在起初的阶段也不是那么的完美，所以说，当时看到医生在整个视频里面在叫喊的时候，真的非常非常揪心。所以说，我今天想做这个视频的原因是想告诉所有在海外的华人，我们其实也可以做一点点事情去帮助这个武汉人民加油。我觉得大部分华人的话，应该在国内都会有家庭、有朋友、有亲戚。应该我觉得，我们自己的话，如果能尽一份力的话，我觉得，一定要尽到这一份力。然后，因为我之前有在那个腾讯上面有做一些捐赠的这个活动，所以说我觉得最直接，然后最简单的第一个方法就是。去这个腾讯里面捐赠，然后我是在大家可以在那个然后点支付，然后有那个腾讯公益，然后进去的最上面的幅图的话，第一个就是迟缓型冠状病毒肺炎病情，你可以点进去，然后点击捐赠。然后大家就会看到一系列的一些捐赠的项目，我觉得不管捐多捐少，5块、10块、100或者是1000，我觉得大家每一个人尽一点点的力量，我觉得能够帮到多少是多少。希望武汉的人民加油。我们其实，在海外的，不管是上学的，还是工作的，还是在这边生活的，都非常非常为你们担心。这个是第一点，我觉得大家能够做到的事情，就是捐款。然后我觉得，我们第二个能做到的事情就是，这件事情应该是我想说是在。封城的那一天晚上吧，应该是30夜的晚上，我就有打电话回去，因为我有看到这个事态的严重性，我打电话给我妈，然后我说，你千万不要出去了，因为现在好像非常非常不安全。虽然我家不是在那个疫区的非常病重的地区，但是我还是跟我家人说不要出去。然后我妈本来是初2的话要去我舅舅家拜年，然后因为大家知道中国人这种不愿把家庭摆在第一，不愿那个怎么讲，不愿破坏家庭关系的这一种状态的话，他跟我讲，他说那舅舅那个菜都做好了，不去不好吧？然后我在想我当时我就有点。你知道，就说无能为力，因为我在这边也不能阻止他不去。然后他当时可能还是想去初2拜年，然后后来的话非常庆幸，就是说整个微信里面的话，很多这种消息就开始从当天，好像第二天早上就整个蔓延开来，就是说，然后我舅舅也及时取消这个家庭的拜年的这个活动，所以说
说的第二点，就是说，如果你在海外，然后我觉得老一辈的人可能会比较固执一点，所以说，我觉得你一定要打电话回家，叫自己的爸爸妈妈戴好口罩，出门的话做好防护措施，然后尽量不要拜年，尽量不要串门，因为我觉得，就算你家不在疫情的病症的地区，重要病症的地区的话，你也不要说很放心出去，一定要劝你爸妈，就是说尽量能待在家里，待在家里。然后的话，这个应该是我们作为在海外的华人能够做到一点点的事情。然后另外一点就是说，也因为我有听说有看新闻，就是说这个病毒的话，它攻击好像到现在发现最低的年龄层是25岁，所以说它比较不攻击小孩，这一点我觉得大家应该知道一下。然后的话，它会比较容易攻击已经有带一些支气管疾病的，或者已经有感冒或者有一些病的人，所以说大家可以劝自己的父母，也不说劝吧，就是说叮嘱自己的父母，在这段时间一定要多吃好的东西，就是说多补充营养、维生素，把自己的免疫力提高。我觉得，中老年人应该是患病的几率比较高的，因为没有年轻人这个抵抗力强。所以说，我觉得这几点的话，是我们能够身在海外能够帮助一点点的地方。最后呢，我希望这个我们国家能够尽量的、尽快的，研制出一些对抗的一些解药，然后的话，疫情快快结束，然后，希望这个武汉的人民挺住。我觉得海外千千万万的我们的人都在关注你们，希望你们能够早日走出这个肺炎的这个阴霾，希望大家都一切顺利。还是讲到这个事情的话，还是会比较伤感，因为很多事情就是因为可能在第一时间没有及时的反应，然后导致了现在有这么一连串的可能是蝴蝶效应的扩大式的这个反作用。所以说怎么讲呢？希望大家一切平安，我们都在后面祝福你们。再见。